世界10大街头骗术，第1名竟然1小时收入100万。经常听别人说骗子越来越多，傻子明显不够用了，看似是一句玩笑话，却也是对这个社会现状的讽刺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骗子越来越多，骗术更是与时俱进，让人防不胜防。本期影片，猫爷就为大家盘点一下街头10大骗术，遇到一定要远离。第10名，大师化缘只要钱。你在街上遇到过穿着和尚服、剃着光头化缘的僧尼吗？你遭遇过兜售高香、开光卡的大师吗？中国佛教3大语系出家人总数约20万人，但假冒僧尼的人数却是出家僧人的3倍之多，达50-60万之众。这些大师骗钱的路数总共分3种。第一种，在街上给你一个护身符，如果你接了，就会以各种理由管你要钱，如果退回去，会告诉你很不吉利。第二种，以化缘的形式要钱，拒绝饭菜，只要钱财。第3种，恐吓你有厄运，需要有神灵庇佑，最后就是让你破财消灾。事实上，真僧侣不会到群众家中主动要求收取所谓的香火钱，同时也不会从事算命、占卜、看风水或其他封建迷信活动，更不可能以此为由收取善财。观看猫眼频道的粉丝肯定都是心善之人，但这不能成为骗子博取我们同情心的理由。第9名，印度马路卖惨。印度女孩可怜巴巴地趴在等红绿灯的车上，手上缠着鲜红的绷带，用已经蔫了的玫瑰请求游客购买。如果遇到这一幕，你会做何种选择？这是德里街头最低级最常见的骗术，如果细看就会发现，这些红绷带都是用红笔伪装的鲜血。德里1700万人口中有6万人以乞讨为生，这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庞大群体，有人负责卖花，有人负责卖惨。他们深谙人心，又有毅力，善用各种奇怪的表情博取同情，或者不厌其烦地祈求游客。他们要的也不多，很多游客出于同情或者为了清静，用小钱打发走了他们。而一天下来，一个乞讨者也会有不菲的收入，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游客成为了最大的韭菜。第8名，真龙棋局。金庸先生小说《天龙八部》中的真龙棋局一出场，便引得众人纷纷围观，跃跃欲试。何谓真龙？金庸先生借公冶前之口娓娓道来，真龙即是围棋的难题，那是一个人故意摆出来难人的，并不是2人对弈出来的阵势，因此或生或劫，往往极难推算。小说中有真龙棋局，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影子，特别是在公园、小区门口这些中老年人聚集地。骗子摊主摆一盘棋局，并自称如果能破此棋局，就会给你1000元做报酬。然而，要破此棋局，也要先交100元钱。在你入套前，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亲自下场赢走了1000元大奖，并且周围的人还很热情地一直给参与者支招。一旦你心动，想上手试一把，交完钱的那一刻你就上当了。你会发现，看似简单的棋局怎么都破不了，因为赢钱的人、支招的人、起哄的人全是托，你怎么和他们斗？第7名，英国慈善捐款。最近在伦敦市中心，包括 UCL 周边，邦德街出现了一种新型骗局，一群10几岁的孩子成群结伴，在大街上以慈善捐款为幌子行骗，死缠烂打，并出现盗刷银行卡的现象。有亲历者表示，这群孩子甚至还会专门挑选留学生和亚洲面孔下手。这些孩子会强行截停路人，以各种慈善捐款为由请求捐助。如果路人不愿捐赠，他们会一直紧跟，直到对方付款，或者被态度强硬的拒绝，他们才会善罢甘休。他们甚至还会随身携带银行卡的刷卡机，逼迫路人付款了事。有一些善良的路人看到是一群孩子，忍不住想要给一些小额捐款，在刷卡时却遭遇被偷偷篡改数额的现象。本来想捐赠几英镑，结果回去查银行卡，却发现被刷走了100英镑。甚至有人明明刷卡成功，孩子们却坚持说刷卡失败，需要重复刷。第6名，傻瓜子。街边围一群人，地上一堆黑色密密麻麻的小瓜子，还一直有人在大声吆喝起哄。没错，你碰到了坑人无数的傻瓜子骗局。一个人支个摊，参与的人还一直赢钱，一定看得你蠢蠢欲动吧？殊不知，人家从道具装备、群众演员都全程演技在线，骗你没商量。地摊上放一堆瓜子，操控者抓出几个撒进碟子里，然后在碟子上盖上薄木板，让人猜里面有几个瓜子。
但操控者手指上贴着一个创可贴，里面藏有一块小吸铁石，磁铁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铁瓜子吸到木板上。陌生人猜时，他会让铁瓜子掉进碟子里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一人望风，其他几人当托。每当厂区发工资的时候，这些人就成群出没，团伙流动作案。听猫爷一句劝，珍惜自己的血汗钱，远离撒瓜子。第5名，街头抽奖。免费抽奖，没有空奖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听到这样的消息，一般人都会被吸引过去。刚开始还在旁边谨慎地观望，结果看了一会，发现真的有人中奖之后，把免费的奖品领走。这时你也跃跃欲试，摩拳擦掌了。下手一抽，运气果然不错，价值300的手表竟然就被你抽中了。当你沉浸在自己的好运时，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向你收取个人所得税了。如果你不交钱，他又会纠结现场的其他群众对你进行围攻。总之就是不交钱不让走。其实这种骗局就是利用了大众占便宜的心理。之前那些中奖的人都是骗子事先安排好的托，骗局上所提供的奖品也根本达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。同时，大众在受到围攻的时候都有种怕事不安的心理，往往让骗子得逞。第4名，弹球游戏。有时我们在传统集会上会看到一种弹球游戏，这是一种老掉牙的游戏，用手拉动木杆，放手后木杆被橡皮筋拉回，撞击小球，小球沿半圆桌边滚动，碰到铁钉后或返回原位，或者落入奖金格子，落入奖金格子为中奖，奖金数量为格子对应写的数字，返回原位无奖。弹一次球费用为10到20元不等。这个游戏同时也是利用大家的好奇心理，一般会给你2、3次尝试的机会，每次尝试你都能轻而易举地将小球弹到对应的奖金位置。可是当你付钱开始玩的时候，小球就只能回到起始位置，再也中不了了。其实就像是拍电影一样，人家的道具是有机关的，他想让你中你才能中，他将机关打开，你无论弹多少下都中不了。碰到这种骗局，不好奇不贪玩才是最好的办法。第3名，印度悬浮术。走在印度的大街小巷，经常可以看到穿着庄严的印度僧人，只是拄着一根拐棍就能悬浮在半空，或打坐或冥想。他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，甚至一整天都一动不动。如此卖力的表演，除了想让过往路人丢下赏钱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动不了。这些悬浮术艺人都是事先摆好摊点，穿上特定的衣服，然后进行悬浮术表演。倘若拿掉他们身上的衣服，你会看到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铁质的支架支撑着整个身体，这个支架被街头艺人用宽松的衣服挡住，所以远远看去，我们会发现他们就像悬浮在空中一样。第2名，低价苹果。这个应该是80、90后最熟知的一个骗术了。猫爷上大学的时候就亲身经历过，好在当时留了个心眼，没有贪便宜上当。早些年苹果产品盛行，但多数人囊中羞涩买不起，于是骗子就动起了歪脑筋。他们活动范围主要是火车站、客车站人流量大的商圈、码头等。骗子会悄悄靠近你旁边，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部苹果手机，表示可以用一个很低的价格卖给你。原价几千上万的苹果手机只需要800块，你听了是不是很心动？接过手机一看，果然是你心仪已久的苹果手机。在你上手把玩之时，他们还特别会演戏，把假的说的跟真的一样，声称自己缺钱，低价贱卖手机，博取同情，并展示真机。博取同情之后，他们会以取卡为借口，快速把真机调换成模型机，称手机没电了。然而，只要你一交钱，他们就会跑得比狗都快。过一会儿，发现真相的你，慰问骗子全家已经为时已晚。第1名，巴黎街头猜球。一块地毯、3个杯子和一个小球，看上去非常简陋，但你敢相信吗？犯罪团伙仅依靠这些道具，在短时间就完成了诈骗上百万的壮举。这是巴黎街头常见的一种针对游客的诈骗方式，通过猜小球在哪个杯子里，吸引玩家进行下注，每次下注金额最低为50欧元。如果玩家成功找到杯子下的球，将会得到下注金额的2倍。看似简单公平，实则这些招式都是提前被精心设计过的。首先，一个人负责摆弄球，他的同伙们会冒充围观群众，或者冒充是普通参与者。整个团队偷偷配合着假装赢钱或者假装输钱，夸张地模仿喜悦或失望的表情。
摊主可能在游戏刚开始时给玩家一些甜头，让玩家赢钱，以鼓励他们下更大的赌注。而当玩家下更大的赌注时，球的位置就变得可控了。等你反应过来被骗，面对凶神恶煞的打手，也只能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以上这些骗局，大家遇到过几个？哪个最让你印象深刻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